他会突然间那个有个梗出圈，对他是不公平的。您对向佐要求很严格，但其实观众可能也会对于星二代比较严厉。您是怎么看待观众这种严厉的要求的？问题就在这里啊！我就晓得，观众是对他有要求，那我也更加对他有要求。他家教相当严，我记得晚上是在不到10点钟，他说想出去，看个朋友什么，他妈妈劈头盖脸给他骂。哎呦！不行啊，向嗷太太嗷的给他一阵骂，然后他一句嘴都没有还，他默默就上楼了。他家教好严，就变的是，他有很多压力，对吧？这种其实对他是，对他是不公平的，是对他不公平，所以他现在这样子能够自己放开来演来这样，我很高兴。就想不到，刚才您有点激动，您会在向佐面前表达这种感情吗？不会，就今天刚刚这样子，我才一下子。哎，我想到几十年，从他小的时候，他是这个大胖子，哎，喜欢吃，那我以为他就喜欢读书啦，也送他去英国啊，怎么样？后来他跟我讲，他想演戏这样子，我演戏，我说你大胖子演不了戏啊，最好是练武，对吧？我很多武功老师教你武功啊。那武功你练好的话呢，你第一就会减胖，第二是说你有武功根底的话呢，将来当一个武打演员就对很吃香这样子。第三度，我让他给观众晓得他真的吃过苦，所以那时候我故意就是说，给他一个压力。刚刚讲了，我怕观众要求高啊，他是星二代、富二代怎么之类的啊，什么都没有。就白纸一张上来，就观众会不收货嘛。那你最少你向佐能够吃苦了几年，给观众晓得你真的真材实料，是吧？就是先要苦练基本功。我跟你讲，当年我训练他的时候，向太带了几个朋友去看他练功，那几个朋友看他哭啊，那个凄惨啊，那个辛苦。后来我就向他你们不要看，你们不要看。那您不会也很心疼吗？我觉得是必经之路。我说你想当那个武打演员，是吧？你吃这行饭，你现在全中国，你看10亿人口，能够当一个武打明星，数不出5个手指，5个指头，是吧？很难当。你真的第一有真材实料，还有那个加上演技，对吧？当然加上运气，是吧？你一点根基没有，你怎么当打星啊，武打演员啊，是吧？那现在您对向佐有什么不一样的期待吗？往后路是他走的啦，他现在有个好老婆，有这么好的儿女，是吧？那我也放心。演艺的路了很难讲的，对不对？我现在也不会把它摆在我这个期待。我的期待往往他不是我期待的，他出圈，他不在我期待之中呢，反而他出圈，所以我根本就不期待他做了什么，我看了就笑笑而已，是吧？OK 的。您之前看过《无限超越班》这个节目吗？我就是看过一个去年这无限超越班嘛，第2集嘛，那年有向佐嘛。让我们看嘛，那笑得我要死。你知道我有幾努力？我淨係想喺創作音樂嘅時，想聽到你嘅聲音，聽到3個字，
真的。很好玩，我觉得是，对吧？就向佐很好玩。我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他会演这种啊，我玩这种，那我看到他演戏啊，演讲啊，那我就还笑得要死，还不错，就我说的你蛮有勇气，所以我就是最重要是够胆，演戏嘛，怎么演都可以，最重要你有勇气，放开来做。去年吴镇宇导师也给了向佐一些比较犀利的点评，您也看了吗？最好笑是向佐演了一个演讲吧，是吧？演讲以后几个道士就很为难。我曾经我不带1分钱流浪了半年，这哪个国家我都不讲，就是我这在街头或者在一些庙里面睡觉，我想体验生活。对，那些就是脱离生活的体验生活。那个尔冬鑫啊，吴镇宇啦，因为他们都跟我老友嘛，对不对？什么该讲不该讲，其实是在做戏，在录我。哎，夏先生，那你儿子在我手上，那怎么样这样子？我大概我懂的意思这样的。我跟他们很好朋友，就是在玩嘛，调侃，对了。向佐前段时间那个手势出圈了，您知道吗？我也莫名其妙，他会突然间那个有个梗出圈，后来就又参加了什么节目啦，就服装啦什么这样子，就是可以。我觉得现在没关系，现在我不管他嘛，对不对？他其实很有想法的，还有他自己的做法。可能我以前管的也比较严，以我们的方法。框着他，所以其实他不在我们框之内。他的创作，他的思想，所以现在我不管他了，他现在发挥得很好啊，很开心吧？他长大吧。跟大家聊一聊这一季在无限超越班当导师的体验吧。我这次参加中当导师吧，当导师，那我也不晓得该怎么当，我只不过来真的玩，偶尔讲我的见解。吴涛他们啊，郑宇啊，他们的批评得很厉害，反而我觉得是我说啊，我安慰他们一下，给他们鼓励，是吧？等他们觉得不是自己一无是处，而且我发觉中间有1-2个本身心里还有点忧郁啊，演员很多会这样子，又担心自己的怎么样啊，给人家在网暴啊，或者是怎么了，影响到很多他的事业在低潮啊，怎么？那我觉得这他们是更需要鼓励，是吧？我们除了是他们的演技的导师，其实也是他们的心理医生。那我们是这么大年纪，我们都经过，是吧？高潮低潮多少年了，对不对？他们来就学了东西，就尽量发挥。这次很多学